豁出去活的感觉是什么？今天这一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从美国本土回来，租了一台房车，有了一段旅程，中间的缘起经过，惊心动魄，从中的学习，对自己的认识，请大家继续收看。还有，如果看到最后，跟你分享2个彩蛋。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还在来海滨公园录制，第二个是我为什么今天穿了这件衣服。请大家一直看到最后哦。老实说，什么叫做豁出去就活着？我以前呢听过这个想法，听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实老实说，我真正的那种感觉是什么，不是很清楚。直到最近啊，其实呢，我刚刚从本土回来，租了一台房车。那我觉得这是个55后的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件比较 crazy 的事情。它怎么个 crazy 法呢？让我跟大家慢慢从头到来，慢慢分享。所以第一个是我租了一台蛮大的 RV 房车啊。那这个为什么这整个租的过程呢，就其实也蛮戏剧化的我一边说一边给大家看这个对面的海边吧，有一个叫做 Cruise American， 是美国最大的房车出租公司。它其实呢有一种叫做 One Way Special。什么叫 One Way Special 呢？就是说单程的它有一些特殊的折扣吧。结果我找到的这个呢，是一个晚上只要9块钱美金，9块钱美金一个晚上，平时要100-200块美金一个晚上的哦。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限制嘛，它要从某个地点到某个地点，然后它给你一个固定的天数，然后一些里程的限制等等。所以这一次呢，我选的这个是从凤凰城开到洛杉矶。它的方法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在官网上面有的，那你就是要在官网上面 request， 你就要求，然后我不知道它中间的选择方法是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呢，就接到了电话，他说你不是想要做这个 trip 吗？那我们现在就是 request， 你的 request 已经被 approve 了。所以我当场在电话里面就付了定金啊。其实老实说啊，付了定金的当下，那种感觉就是说，天哪，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租了一台车，要从 A 开到 B， 可是那台车其实比较大。然后我觉得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你能想象吗？头皮发麻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需要帮忙天哪！可是我已经付了定金，就是那种先斩后奏的感觉吗？先做了再说吧。然后这个一开始的这种 initial 的 shock 过了之后，我就开始想说怎么办？我不。老实说，以前的我可能就硬着头皮就去做了吧，想说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咬着牙关慢慢克服的呢？可是我不行，现在的我可能更允许自己那个胆小害怕的自己，更允许那个需要帮助、想要在人生中有一个合作伙伴的自己的声音更明显。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不行，太可怕的事情我无法自己做，我一定要寻求帮忙。所以我就在稍微定下心来之后，我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来问问看。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 email， 然后就想了一想，发给了我北美周围的5个朋友，告诉他们说就是这个行程日期已经定下来，但是中间没有任何细节。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戏剧化吧，我觉得。都说这个是不是？都说这个宇宙万有都是永远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当你心念往前放的时候呢，宇宙就会起来配合我们。我在这件事情中真的感受到那个神奇之道的力量。结果我一个30年没有联络、没有见过面、平常非常少联络的大学同学，居然跟我说他可以跟我一起去。那这个过程呢，你想想看。这个是非常的 last minute 就临时决定嘛，因为他们也是临时告诉我的。
所以这种计划虽然说便宜，但是必须要那种可以临时请假、临时说走就走的人。大学同学说他必须跟老板请假呀，他家里还有小孩嘛，生活上也是需要安排的。所以说在这样大概1个小时之内呢，他跟我回答说 Good news， 好消息，老板卷假了，然后家里的事情也安排好了。哇，我觉得真是太有效率了吧。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就开始视讯，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旅行要怎么，我们先达成共识吧，这个旅程要怎么安排。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这个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快就达成共识说，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呢，就是想要体验这个开 RV， 开一个房车，住在房车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不强调这个所谓要去景点啦哈。而且所以说我们也很快的决定说，我们5个晚上呢是要住在营地里面，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个太阳能的功能，而且主要是现在夏天时间走的这段路会经过大沙漠，我们担心这个夏天的这个热，所以我们很快就达成这样的共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呢，我们就把营地定好了。我觉得这种轻松不费力的合作方式呢，真的特别令我感动。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的事情呢，水到渠成，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不会有很多的顾虑啊，很多的想太多啊，很多的 over planning 啊，很多的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豁出去的经验里面啊，就要跟随内心的冲动，要冒险赌一把。我觉得这个跟随内心的冲动，冒险赌一把，在这个例子里面不是只有我哦。我这个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也有同样的这个冲动跟精神哎，就不要先想太多，就先不管了，就豁出去了啊！先说 yes， 然后我们再来计划之后的，让这个内心所谓不可能的声音呢，先稍微休息一下，让我可以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验到现在为止呢，就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讲是很正面的经验。说到怎么开这么大的这个房车啊，这个房车是我决定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需要的固定嘛，所以才会这么便宜嘛。所以呢，我的朋友呢也去网上看了 YouTube 发给我啊，告诉我们说如何要调整，因为你知道车大像开一个中型的卡车吧，所以说呢，一般我们的后视镜是没有功用的，但两边有一个那个车子两边的那个后照镜，所以我们是必须要靠两边的后照镜，所以这个后照镜很大，好大一个后照镜，它有上下2个镜头，所以下面的镜头是不能动的，那上面的镜头可以调整，所以我们还看了 YouTube， 就告诉我们说如何调整两边的后视镜，到它要等于就是看着你的2个车子车边的这样的距离，然后上下调整，让你能够比较安全的开车。而且其实不管开多大的车，所有开车的千篇一律、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就是开在车道的中间嘛。开在车道的中间听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我们平常开车的朋友啊，我们开这个普通的车子，常常也看到有人开就开离了车道嘛，不是吗？所以开在车道中间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很简单哦。即使是平常普通的车，我们也看到大家不见得总是能够开在车道边嘛，车道中间嘛。那更何况这台车比较大，所以你的那个 margin of error 就是中间那个能够出错误的那个范围非常小，你要开在车道中间。所以说这个就后来证明呢，的确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不容易。不要看这个车子，它宽它长，可是事实上它长，其实我觉得还 OK， 主要是它的宽对我来讲蛮胆战心惊的。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啊，第一个就是没有住过夏威夷，没有在美国本土开车的人，可能比较难理解这个心路历程。但是夏威夷地小人挤，车速非常慢，这里也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少看到那种18轮的大卡车，我们这里
除非你到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一般都开当地的 local street， 而比较少开高速公路。可是在美国本土地这么大，都是开高速公路，而且如果开那种大的洲际公路，天啊，那全部都是那种大卡车，非常大的卡车。所以呢，开了没多久，我就忽然发现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就是开，我就看到那个后照镜有大卡车因为我开的比较慢嘛，卡车超车从左方超车，他快要到跟我平行的那个距的时候，因为这个车子的大小，它都会影响到这个空气的流动嘛，它会把我往右边 push， 我就觉得，我一开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大叫啊，被风挤过来了，然后我就要赶快再把车子开到车道中间，不是吗？车道中间，所以这个一开始我就非常惊吓，因为我觉得只要大车开过去，我就车子晃动，我要再把它开回来。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感谢我的大学同学，非常 calm， 非常的 collective， 一点都不吃惊的慢慢站在旁边，都不像我一样惊慌失措。他的安静带给我非常强大的力量，非常感谢他。所以我这一路上呢，对开这个比较大车，在车子比较多的洲际公路上，对我来讲蛮挑战的。第一个是这个大卡车经过的时候，车子会晃动；第二个是刚好我们去的这段路程里面有很长一段路呢，在沙漠里面，而且是那种也许是落山风吧，它的这个风很大的地方，在那个当地的地方呢，它甚至有那个 windmill， 就是风力发电，有非常非常广大的风力发电，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当地这个风是非常大的。所以当地就有一段地，它本身就是风大的，所以你车子开，就车子晃动，因为台车子高啊，车子不是只有宽，它还高12个英尺的高度，非常高，人可以非常舒服的站在里面，而且你要走2个阶梯才能够上车，所以车子高，开起来呢就风大，所以风大车子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修路，有一段遇到修路，我跟你讲，我开的那段我简直开的想要放弃了。修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呢，一般而言，他建议这种比较大的车啊，尽量开在最右边的车道嘛。因为它是最慢速的车道。可它除了就是说它的速度慢以外，最右边的车道，你就右边是你比较难控制的，左边你驾驶在左方，左边看起来是比较清楚的，右边是稍微比较所谓的 weak side 啦，就是比较弱的，这右边是比较 weak 的。我们一般是右边开了最慢的车道，然后右边就是没有车嘛，右边是比较没有车的。可是他在那一段修路，我不知道多长，其实想一想呢，也没有特别长，但是那一段开的我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右边的车道呢，它有一个 concrete， 就是水泥的墙，它建了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水泥的墙，它这水泥墙就建在右边车道的线上，这就表示我开在这条车道上呢，右边完全不能够不小心开出去，你只要一不小心开出去就会撞到那个水泥墙，所以我开的真的是惊心动魄，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是车子比较宽，然后又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所以我只能尽量的往左边开，所以有可能我都稍微开到左边出去了一点点，而且那段距离呢，我开了惊心动魄，一直不停地叫，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还好我的朋友呢，我这些惊慌失措的画面都没有把它录起来，否则的话可能应该也许就真的成了网红了吧，一炮而红。因为同时再说一次，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完全非常的沉静，成了我非常大的力量。他也没有嘲笑我啊，也没有告诉我说不要这个样子啊，就允许我惊慌失措。我觉得，而且呢，这个大卡车经过的时候，每次因为车子会晃动，
只要每一次，因为我从后照镜看到他们要快经过的时候，哇，我要深呼吸，因为对我来讲蛮惊险的，我就要先深呼吸，然后期待那个卡车过来，然后期待车子的晃动。哎，总结一句话吧，车子太宽对我来讲是挑战，从夏威夷到本土的过程也真是让我有一个调试的过程吧。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惊险，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吧，就是换车道的部分。换车道的部分，车子大，然后你的车子长，你就要看着左右方的那个后照镜来换车道。啊，还好呢，有一些比较城里的部分，比较车子大的部分呢，我就让我的朋友开，然后他换车道，看他换的非常的 confidence， 很有信心，完全没有不像我如此的惊慌失措。所以又讲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第二点啊，我觉得说有朋友在一起哦，互相合作，互相提携啊，你截长补短，我觉得这真的是我非常感激的这段旅程。然后扩大到生活，也是我非常渴望的，就是在生活中有一个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共同合作 co-creation， 共同一起创造的这个一个 partner， 一个伙伴。那我在这次里面真的是完全得到了。另外提到说如何计划这个行程啊，其实我们这个计划行程很简单，因为其实这段路程大概就只有370 miles， 大概580公里而已，其实蛮短的。如果我真的咬着牙一天也可以开完，但是我们分了5天开，所以说我们决定呢，一天就不要开太远。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这个行程的计划的部分，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就决定呢，一天不要开太远，而且我们也决定呢，我们不需要天天换营地嘛，每天换营地啊，然后要外接电源什么也蛮麻烦的。而且我们租的营地呢，都是要有水有电，可以有排污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从这次经验开下来呢，也是一个很棒的决定。即使我们没有任何行程的规划哦，我觉得一天开2个小时，我们最长的一天开2个半小时，我觉得其实这是真的就差不多耶，可能跟我们第一次的经验有关，然后跟我觉得路程的开车的艰辛有关，而且我觉得我们大部分花的时间就是30年叙旧，然后分享生命故事，然后到营地的游泳池享受，或是在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在那个科罗拉多河的旁边，就是享受科罗拉多的清凉的河水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对的，每天不要开太远，然后在营地里面尽量的享受，是一种休闲的度假方式。我很开心我们有这样子的决定跟共识，我会另外剪一集 video 专门介绍这几个营地跟我们在营地的生活。接下来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这个营地的设备跟这个我们在营地里面学到的几件小事情。我之前说我会另外剪一个专门介绍营地跟它的设备的影片。所以我们的营地都是有接水接电，所以因为都有接水接电呢，所以说其实呢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样啊。我们并没有特别做 water conservation， 就是没有特别的省水，也没有特别的省电。而且对我们来讲呢，这是其中我们要学的一个经验之一嘛，就是进了营地怎么定营地，进了营地怎么样子接水，怎么接电，然后排污就是我们比如说洗澡，我们是没有洗澡，因为营地的这个 facility 很方便很舒服嘛。我们这一次没有在我们的房车里面洗澡，但是我们有用它的厕所啊。那所以说这个厕所里面的排污就是需要排污。那我们在里面在房车里面煮饭，我们大部分3餐基本上都是自己煮的。那你要洗碗啊、洗菜什么的，这些这些污水呢是需要排放的，所以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子排污。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学习的，那都是其实老实说都是蛮简单的，就是你没有做过或是经验不够呢，它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其中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配合，知道说在车子里面、车子外面哪一个开关啊，怎么知道自己现在的污水的那个
容量是不是到达了，然后现在是不是需要排污等等。我们学到一件蛮有意思，就是我们最后一天要去还车之前，我们把我们的污水排干，这样我们就不用付费。我们排干了之后，结果我们排的时候呢，它有2个，一个叫 Black Tank， 那就是像马桶的那个下水道，另外一个叫 Gray Tank， 那就是类似洗澡水啊、厨房的洗碗水、洗菜水之类的。这有2个不同的 tank。那个结果呢，我们的那个 Gray Tank 的那个闸，我们忘记把它关起来了。结果我们把那个排污的那个口打开的时候，啪啪啪啪啪，水就全部往外流了。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前一次排完污之后，一定要记得把那个闸门关起来，把闸门关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排水口关起来。我们把排水口关起来，但是闸门忘记关起来，所以就是从这里学到一个有趣的经验，一次经验，然后从这里知道说啊，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吧。然后第6点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这次住在这台 RV， 那这台 RV 因为像我说这台房车比较大嘛，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住5个人的啊，其实真的很舒服。我们2个人各睡一个床，然后它还有那个窗帘，可以把我们各自睡觉的地方有一个可以拉起来，就更有一种隐私的感觉啊。它就是大的好处就是说空间大，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就坐起来就很舒服啊。我们就常常坐在里面聊天啊，然后它2个人如果在里面走动，来回走动呢，空间也够大。这是它最大的好处。它大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住在里面越大越舒服嘛，不是吗？但是从开车的角度来讲呢，就对我来讲蛮挑战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车子大，车子重，开起来其实这个很耗油。我们概算了一下哈，这一台车1个 gallon 可以开9.5个英里，其实这是非常非常耗油的。所以说，这是它最大的缺点。但它内部的储存空间很大，它的冰箱也大等等都是好处。如果是一个只是短期的旅程，里面的空间实在是太充足了。那甚至如果是考虑全职住在里面，我觉得储存空间非常够，都是它最大的好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啊，这一切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蛮轻松不费力，然后我跟我的朋友的沟通也非常良好，然后我们也非常有效率的计划好了这个营地啊、行程等等。结果你知道吗？计划赶不上变化。夏威夷飞到美国本土，大部分都是 Red Eye Fly， 就是红眼飞机，晚上飞，第2天早上就到。我算的太好啦！你看，我就是原本的飞机定的是夏威夷晚上11点飞到那个 Arizona 的时候是当地早上7、8点，然后我们取车的时间是当地第2天下午2点，那这个时间看起来还蛮充裕的。结果没想到呢，我到下午大概3点多的时候，准备要去 check in， 因为现在他们都鼓励你事先 check in 嘛，所以我 check in 的时候呢，忽然发现他跟我说 flight delay， 你的飞机延误了，延误到什么时候？延误到第2天早上8点，夏威夷时间 delay 了9个小时，第2天早上8点。哇！我当时尝试的说看看可不可以买其他的班机啊等等，当天晚上出发，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已经下午3、4点了，然后买当天的飞机其实看了来不及，我也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做。哇！也是非常感激我的朋友，我们马上就联络，然后讨论。现在这个变化来了，我们要如何改变我们的计划？我这也是感谢我的朋友啦，他也是很有弹性，所以没办法啦，我只能第2天早上飞。但是第2天早上夏威夷时间飞的问题就是，我飞到 Arizona 当地的时候已经下午大概5点左右，但是我要取车的地方他们5点就关门了，所以说当天就不能取车了。
所以它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当天不能取车。所以当天不能取车呢，我必须要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星期天，所以说星期天他们也关门，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办法联络他们，所以我必须要第二天一大早，夏威夷我其实一大早4点多我就起来，然后打电话告诉他说我必须要晚一天去拿车，没有办法，然后跟他约第二天早上去拿车，所以改了拿车的时间。第一天晚上我们其实定了一个营地呢，就大概开车40分钟左右。刚开始的想法就是第一天拿到车不要开太远，我们还不熟悉，然后我们就开到一个附近的地方，然后学习这个车子的内外部怎么这样子外接电源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租了一个大概开车40分钟，就是其实没有离城没有很远的地方，没有办法取消了，因为是在48小时、24小时之内就没有办法取消，所以那个钱就损失了。这是第二个影响。第三个影响就是那天晚上要重新再订一个旅馆，所以我的朋友也就是马上就在机场附近，然后选了一个有机场接驳的在机场附近订了一个旅馆然后他原来是配合我的时间，也从别的州飞来了，早上7点多就到，所以他现在有一整天的时间呢，他就必须要去自己想办法去自己去旅游当地的景点。在这个计划比不上电话里面，也是因为第一天的营地就无法取消，而我们改成第二天一大早去取车，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到了我们原本计划的第二天的营地。所以第一天其实我们是开的最远了，开了2个半小时。出来玩就是这样子，这些临时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的行程是不是增加了色彩呢？就看我们各自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咯。另外一个不在我们计划内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最后我们原来的共识是说不需要有任何特殊景点，但是因为这个 Joshua Tree 国家公园就在我们的开过的路上，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有决定要至少去它的那个游客中心到此一游。我们到游客中心之后一问呢，其实整个国家公园内部呢，我们这台房车是完全开过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当场又决定，我们从南端的进口进去，然后中间大概开了2个小时左右，在某些有趣的景点停下来照张相，就从西边的出口出去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原本没有计划的，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弹性，然后我们愿意临时改变我们的计划，所以也结果我们在国家公园里面开了一圈呢，也真的是为我们这次的旅行增加了很棒的色彩。第三个这个跟原先计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到加州之前，我们在一个地方叫 Anaheim 的 Orange County Anaheim 的地方租了最后一晚的房车，这样子我们第二天早上要去还车的时候就只要开大概40分钟。那个 Anaheim 就是在 Disneyland， 就是 Disneyland 的所在地。那我们想说我们到了以后去 Disneyland 玩吧，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方，好像不进去也蛮可惜的。结果我们前一天晚上还是大概前天晚上要买票的时候发现，第一个他一天的票好像150块，如果没记错的话，但是买不到票，即使是你想要去再临时起一下，就是买不到票咯。所以我们就临时约了我们2个住在洛杉矶的大学同学来到我们的营地我们带了外带的饭，大家坐在营地聊天聊得蛮开心的，也在我们的房车里面聊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去还完车之后，这2个同学还带我们去一个他们蛮喜欢的海边走了一圈，然后吃了很棒的午餐。所以这些都是原本没有真正计划进去的。
也很感谢我们这个两个大学同学，所以我们这4个大学同学很难得的在30年后在异地呢能够这样子重逢，同样的再一次的又为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增加了非常美丽的色彩。所以这一次的旅行哦，对我来讲真的是加分啊！最感谢自己能够豁出去的，就决定定下了这个房车，然后感谢这个也是同样豁出去的大学同学一起的加入，否则我老实说很难想象自己如果我真的自己一个人，这个行程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其实还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还蛮期待下一次的旅行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然后我下一次又会怎么样的，又会为自己创造出什么样不一样的行程。这一次的经验真的让我创造了对未来的一个强烈的喜悦的期待想要知道自己还能够创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次成功的经验呢，第一个，这个豁出去的自己呢，给了我无限的自由，因为很多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就变成可能了。第二个是呢，我有了一个非常棒的同行者，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够选择比他还要更棒的同行者。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同心，我们一起去创造了这个经验。他是一个非常 considerate、非常 thoughtful、非常贴心周到的人，而且他比我在美国住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路上很多互相你帮我看路，我帮你查资料，你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配合的非常非常好。那这样子的 co-creation 共同创造的经验，其实是我一直渴望的。然后这次有了非常好的经验。那另外就是说，很多人认识我或关心我的朋友知道，我最近有一些健康的挑战所以说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我的身心灵处方签 My spiritual prescription。 我在让我创造性的声音出来，以前常常会觉得不可能的，那个豁出去的自己的那个声音多出来，去创造我渴望的生活，去创造对未来渴望的一种期待。这就是我现在的身心灵处方签。我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一次的行程。所以像之前说的2个彩蛋先说第2个，为什么我今天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我任教的学院的一件衣服。所以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旅程当中收到了正式的 email， 我正式升成为 full professor 了，耶！撒花撒花！所以我现在终于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职涯的最后1里路我已经达成了，耶！撒花撒花！然后第2个，为什么我要在户外录这一集？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开直播的，我觉得开直播有趣多了。结果我昨天要来开直播的时候呢，发现他不让我开直播。回去他告诉我说错误讯息，可是他又没有告诉我错误讯息是什么。回去一查，原来他说我有什么侵权，所以现在暂停我直播的权利。我侵权什么啊？原来我上一个直播的视频，那个花车游行里面有一个14秒的音乐，是从游行的车队里面发出来的。那个迪士尼说我侵权，所以现在我正在跟他我们正在这个 dispute 这个过程中。很不幸的，在接下来的23天内，我都无法直播，所以心里面很第一个，我喜欢这个直播的这种户外的清新，跟永远不知道前面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色，所以我决定呢，今天来这里户外录制影片。
所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回去稍微大概整理一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今天为这里大家准备的影片，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有大量喜悦的期待，看我接下来的行程会长什么样子。直到下一次，拜拜。